嗨，朋友们，今天是《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本书的故事很简单，内容不多，以维特独白的视角，以书信的形式去讲述少年维特爱上了有夫之妇绿地，并且在写给好友威廉的信件中展露了无数纠结、苦痛，最终自杀的故事。作者歌德是1749年出生，这本书是开始于1771年，我也不太确定他这个书中的开始的时间是不是真实的写作时间，但是这本书确实是歌德他在20多岁的时候，20出头的时候写的。在18世纪德国的启蒙运动时期，当时的年轻人纷纷追求自由，追求个性的解放，维特就是那个典型时代下的典型人物。他这个人物形象正是当时德国广大的知识分子、进步青年的缩影。这本书一方面它是抨击了当时就有的社会制度，揭露了贵族的丑恶，另一方面也是表达了对于市民阶级的同情，以及表达了对于年轻人的思考和反抗。所以这本书不仅是对于德国来说意义重大，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故事中的维特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喜欢读荷马的诗，在一次舞会上结识了绿地。他虽然知道绿地已经订婚，但还是深深地爱上了她。他爱上绿地之后，就有很多那种少年人的愣头青的那种描述，比如说一群人一起玩数数游戏，数错了要挨绿地1个耳光，维特也挨了绿地2个耳光，但是他说使我打心眼里感到满意的是，我相信他打我的这2个耳光比打其他人的更重些。那种陷入爱情的狂热，手指尖不小心碰到对方的手指尖，桌下的脚不小心碰到对方的脚，这些非常非常微小的触碰都会让他感觉血液加速流淌，热气上头。对于这样的感觉，他是避之不及又趋之若鹜，就是喜欢一个人喜欢到了非常非常上头的状态。在7月18日这一天的信件里，他写道：你想想，这世界要是没有爱情，它在我们心中还会有什么意义？这就如一盏没有亮光的走马灯，可是一旦放进亮光去，白壁上便会映出五彩缤纷的图像，尽管只是些稍纵即逝的影子，但只要我们能像孩子似的为这种奇妙的现象所迷醉，它也足以造就咱们的幸福啊。他把爱情看得非常的高，很文艺的年轻人吧，我感觉在没有经历太多世事的那种年纪，很容易将爱情放在一个非常高的地位上。我是认为爱情是所有情感中最有未知性、上限最高的一种，是最有可能出产一些可歌可泣故事的感情。年轻人总会成长，总会变得不再年轻，用更沉稳、更恰当的方式和态度去对待爱情，即使是短暂的，不只是去拿时代意义去衡量这本书，这样的感情也是动人的。意识热烈单纯，会因为第二天能见到喜欢的人而兴高采烈。理智镇定冷静当然是好的，但是少年气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不被同化，尚未被生活打磨，会有直白的幼兽本能一样喷涌的义气，会想要去点亮黑暗，想要改变世界，是一种感性超过理性的青春冲动。绿地的未婚夫阿尔伯特可以说是和维特性格截然相反的一个人，他很优秀，很理性。后来他和维特相处得很好，他们还探讨过关于自杀的问题，这一点也是算给维特的自杀的结尾埋下了伏笔。阿尔伯特在乡下办事的时候，有一次绿地给他写了一张纸条，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你赶快回来吧，我怀着无比的喜悦期待着你。这张便条后来被维特看到，他说：人的想象力真是天赐的礼物，我有的时候看着这张纸条会恍惚觉得这张纸条它就是写给我的。还有绿地有的时候会叫维特一句亲爱的维特，他会因为这一句亲爱的而激动的骨头都酥了。如果用现在的词语去形容当时的维特，就是恋爱脑，满脑子都是爱情，可以为爱情付出很多，甚至是付出自己。有一句俗话说，恋爱中的人智商为0，这种其实是一种稀缺心态导致的判断力下降，本质上是一种不安全感。这几年好像说到一些和心理相关的话题，都会提到一个词叫做原生家庭。我其实不太喜欢原生家庭这个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一个人的早期经历对于他性格的形成，包括确实会造成他的心理和精神上的创伤。维特的经历也是造就他这种偏执的极端的性格的主要原因。
书里写维特的父亲去世的早，他好像小的时候还是遭受虐待吧，而且书的开篇就说他青年时代的女友去世了，这件事让他一直忘不掉，可能类似那种边缘性人格障碍，敏感、情感强烈且持续时间久，易有冲动的行为。再把这样的一个情感强烈的人放到一个忽视情感的环境里，就会让他更加的压抑，与周遭环境的格格不入，会加重他的痛苦。维特对于绿地的爱情不只是有那种面对喜欢的人喜欢到偏激的那种情感，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他自己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投射。他厌恶当时虚伪的官僚体系，厌恶当时繁杂的社会礼仪，他追求个性，追求自由，有一点绝对化的理想主义的意味。再后来，维特就由于他在现实生活中遭受的种种不快、难堪、失败、屈辱，这些越发的让他意识到自己毫无出路，于是他就更加放任自己的感情，毫无目的、毫无希望的耗费着自己的精力，于是他越发的对生活感到厌倦，就越向着那种可悲的结局靠近。在他越发迷惘、越发的毫无节制的去追求他的爱情的时候，绿地跟他说，这个礼拜4是圣诞夜，那一天你来吧，在这之前你不要来了。快冷静冷静吧，维特，你难道感觉不出你是在欺骗自己，存心把自己毁掉吗？干嘛非要爱我呢，维特？我可以是另有所属啊，干嘛偏偏这样？我担心，我害怕，仅仅是因为不可能实现，才使这个占有我的欲望对你如此有诱惑力的。靠想象支撑一段爱情，其实是对于维特来说是有可能的。比如说在书中的很多地方，他幻想绿地叫他，幻想绿地写给未婚夫的纸条是写给他的，这些想象会在他的印象里给绿地这个人蒙上一层又一层的滤镜和面纱。他爱着的人越完美，他就越会爱他，同时会更加陷入一种自我怜惜的情绪中，还有伴随而来的不断被放大的孤独感，这些会让他把自己放在一个很低的位置。而绿地她也不是一个毫无主见的女人，相反她很善良很厉害。在她的母亲去世之后，她一个人承担着抚养8个弟弟妹妹的职责。书里写她的这些弟弟妹妹只吃她切的面包，不吃别人切的，所以她很好的承担起了一个母亲的责任。如果是说自由的话，维特是非常具有反叛意识，非常对于自由有追求的人，但是他爱上的这个绿地恰恰是那个社会里女性特质非常明显的一个人，她也算是一个被规矩、被责任框住的人。她答应母亲要照顾弟弟妹妹，答应嫁给阿尔伯特，她都完成了，并且做得很好。绿地是爱维特的，但是她同时也爱阿尔伯特身上那些世俗的特质。她没有那么多的反叛意识，能够让她有勇气离开她现有的这种算得上是上流社会的体面的生活。所以一个自由的人爱上了一个框架里，甚至是把自己变成了框架的一部分的一个人，就注定了结局的悲剧。绿地不让维特圣诞夜之前来找他，但是他还是来了。在那一天，阿尔伯特去办公室，绿地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想了很久，想把自己的某一个女友许配给维特，但是他想来想去也没有想到任何一个人能够配得上维特，所以他不得不承认他心中有一个想法，就是他想要把维特留给他自己。直到6点半，维特上楼来，他给绿地念了很多俄象的诗，他借着念这些诗也表达出了他的一些痛苦的情感，这些痛苦的感伤的情绪驱使着他吻了绿地，他也感受到了绿地对他不是毫无感情的。在这之前，他已经着手写要留给绿地的诀别信了，等他回去的时候完成了诀别信的最后一部分，又让仆人给阿尔伯特捎去了一张便条，内容是：我拟外出旅行，手枪借我一用好吗？谨祝万事如意。阿尔伯特读完便前就漫不经心地对绿地说了一句，说把手枪给维特的仆人吧，祝他旅途愉快。他可能是单纯地认为维特要去旅行，但是我更倾向于他们夫妻2个都知道维特要自杀。维特曾经和阿尔伯特说过他要自杀的事情，所以如果阿尔伯特是了解到维特这种想要自杀的想法，他此刻的态度似乎就是希望维特去死。绿地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也是意识到了什么。书里写，这句话在绿地耳边犹如一声响雷，他摇摇晃晃站起来，不知自己在干什么。他一步步挨到墙边，哆哆嗦嗦地取下枪，擦去枪上的灰尘，迟疑了半晌没有交出去。要不是阿尔伯特询问的目光逼着他，他必定还会拖很久很久，
他把那不祥之物递给佣人，一句话也讲不出来。维特从佣人那里听说，枪是绿地亲手交给他的，并且还擦去了上面的灰尘，这似乎更加深了他那种想要实现自己的决心。某一个夜晚，一位邻居看到有火光闪了一下，随后听到了一声枪响，一切复归平静。维特认为他的死是高尚的，是一种自我实现，是为了爱情，为了绿地献身，用他的死去换取绿地平静的生活。这种自杀可能本质上还是自私的。维特虽然一直认为自己是勇敢的，是伟大的，他自诩是为了绿地的幸福，但是他的死一定会给阿尔伯特夫妇造成影响。阿尔伯特不好说，但是绿地肯定会内疚，甚至很可能会内疚一辈子。死亡并不能解决问题，维特他值得理解，值得同情，但是并不值得赞颂和推崇。这本书既是时代的反抗，也是时代的沉思，似乎在当时还掀起了青年人的自杀热潮。但是他的本意并不是教唆人去自杀，自杀固然需要勇气，但是选择好好活着更加勇敢。拜拜，天天开心。